嗨，大家好，欢迎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之前介绍过 Q58，那我这次来实际组装它。那我是跟订阅者拿的。那因为我已经开箱过了 H2O，所以我会换一个角度来看 Q58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在我眼里 ，H2O 它就在11升的体积内尽可能塞入最强的硬体，那更性能无关，像是硬碟空间就会被牺牲掉了，因为它只能装一颗2.5寸。虽然 M.2 硬碟是主流，但我的影片剪辑机一定是要2.5寸硬碟。相对的 Q58 从11.1升变成14.5升，所以它在配置上会有更多的选择。首先，一颗硬碟变成了4颗硬碟，那同时多了 ATS 电源的支援，再加上120的水冷。虽然我觉得用大电源来组 ITS 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他刚入坑，他想要控制硬体的变化。那另外一种就是他对于 SF 的信仰还不大够，但我之前影片也讲过 ，ITS 可以塞大显卡，说不定有一些人他就真的想要塞大电源啊，我们要尊重人家的想法，所以就放下成见来试试看吧。之前有聊过 Q58 是类似了 Tower 100这样半玻璃半网孔的架构，实际组装可以看到，公版的680 ST 的话，它的进气是没有任何的阻挡的。另外一侧电源供应器，虽然它的风扇被遮了一半，但理论上我只要做好排气应该还算说得过去。不过这个模式下只有一颗排气风扇，那我们就继续观察。接下来是硬体测试，一样是老面孔10700跟680 ST。那我先免责声明一下，650瓦推这硬体是我自己的个人选择。在裸机室温22度的情况下，双烤半个小时，120水冷排竟然把10700压到了84度。果然 Alpha Core 的全铜水冷排加猫扇就是不一样，还蛮惊讶的。那显卡的 TJ 还是96度。那因为风扇的转速还不到1000转，等一下我就把 PWM 的曲线拉高，我只有改最后一个节点，让100度的时候会跑全速。接着把主机板装上电源线材，那这可以看到 Q58 有一个压线的设计，我买过太多机壳，每次在搬运的时候延长线都会在里头撞来撞去。Q58 这个设计就是让人家觉得很贴心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H2O 就把它拿了。那 Q58 它还多了一个风扇跟灯条的一个扩充槽，那这个是 H2O 所没有的。水冷的部分 ATS 电源很大嘛，所以你在水冷的走线上要避免过度的弯折。那因为 160mm 已经是这个机壳的支援长度上限，线材塞得满满的，也不用考虑在这边加装风扇这个事情。那顶部也没有安装风扇的空间，代表这一颗 A12 要独自承受 CPU 与 GPU 超过400瓦热量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会从84度提高到多少。首先是噪音测试。在气温高3度的情况下 CPU 的温度直接破百，那大概降到 4.3G， 大概130瓦。显卡的温度是75度， TJ 大概是90度，转速为1641转。那在这样子的极端双烤环境下，我自己觉得还算是堪用。那游戏部分是没有问题，毕竟我自己的主力机是拿 L9i 压 1070K 的。那接着换回 SF 的电源供应器，那这边我就可以多装一颗14公分的风扇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一样的散热器再多一个风扇排风下会改善多少？结果一样是100度，不过我的频率从 4.3G 提升到 4.5G， 功率也从130瓦变成了150瓦，离 4.7 已经不远了。如果你是用240、280冷排，那一定是没有问题的。显卡的 TJ 也低了8度，转速从1640转变成了1500转。可以看到加了这颗风扇之后的改善是包含 GPU 与 CPU 全方位的，实际上的噪音也差不多。那我们就来听一下。以上是关于 Q58 在 ATS 电源与 SF 电源的比较，那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有什么想法留言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是 Horace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